每年的9月开始，随着气温逐渐降低，大部分盆景会进入一个短暂的生长期。在这个阶段，盆景的生长主要表现在枝干的增抽上。松树也一样，在经历了2次闭芽和短增，生长受到了一定的抑制。可充分利用这个阶段，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，恢复它的舒适。松树与其他盆景一样，在冬眠前会吸收大量的养分，储存在枝干中。这与动物储存脂肪、增加体重过冬是一个道理。储存就会扩大它的容纳空间，使枝干增粗。我在前面的视频提到，盆景大的整形修剪选择在春季，而不是在秋天。对一些正在培育的松树，这个阶段要放任生长。这一盆是经过高压培植出来的黑松，3年时间经历了2次闭芽，枝条逐渐丰满。每年请对它进行闭芽和一些小的调整，主要是养，尤其是在这个阶段的养护。从现在开始到松树休眠前，怎样进行养护？我这里有些小的提示，供朋友们参考。在这个生长期，最好不要对松树进行整形，尤其是不要进行攀杂，攀杂会限制枝干的增抽。修剪最多是剪一些寄生枝，要多保留一些牺牲枝。这个时候的牺牲枝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。对前期攀杂已定型的枝条，要把缕丝剪掉。增粗阶段最容易产生线丝，对枝条不到位，可以进行适当的吊拉。天气凉快了，估计有些朋友会急于动手制作。你看到别人的制作是已经培育成型的专才，在生长阶段的松树，限制一次就耽搁1年，最好不要现在动手。在这个阶段，松树要吸收大量的养分，适当的补充肥水非常重要。我说的适当是一个量的问题，即施肥的浓度和施肥的次数。量是根据树的特征和生长情况确定的。松树施肥要区别于其他杂木，松树对肥的需求是薄肥和缓慢吸收，只要采用薄肥勤施的办法，结合浇水进行。我这里采用的是自己泡制的防肥，每隔10天左右施1次肥，宁少勿多，整个阶段最多3次。也可以使用一些化肥和其他的反式肥，不同的化肥肥效性是不一样的，需要掌握好它的量。我建议抽养松树的不要使用化肥，量不好把握。施肥要分树的生长强弱，上学的方法是针对生长正常，也就是强势松树进行。对一些干种不到1年或者是上盆不久的松树，不要进行施肥。肥不是万能的，不要把肥看得过重。对生长弱势的松树，主要是它的根系没生长好，吸收能力差，量要减少。树势恢复是一个时间过程，不能急于求成，否则就会产生肥害，使松树烂根甚至枯萎。关于松树就聊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。